那老七他们是怎么死而复生的？是燃烛续命。我好像有点印象。那时我们确定黑影藏在门后，我们决定让黑影以为他的计谋成功，他们真的中计要死了。我为了让他上当，假装悲伤，结果这段记忆和我另一段记忆混合，燃烛续命，通往天庭，窥探未来。这个烛我可以燃，但我的人必须一个不少的还给我。中间的逻辑被补全成了救活同伴，而我们以为的那些神秘法术，其实都是因为在楼里吸入了星月砂，失忆了，将前后两段诗拼在一起，产生了错觉。完了，完了，这就完了啊！这门呢？开哪儿了？当时水道还未坍塌，我们是真的找到了暗门。哎，那里有道暗门。你们在这儿原地待命。是。哇，老五，你是说流年殿到阴间，佛爷看似是做法之后瞬间过去的，实际上是做法之后启动的机关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把找到机关暗门的记忆都忘了。那第二次午夜传送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过程是我们幻想出来的？中间的那次是另外一次下格式楼。老八，帮我做法。要是我真的回不来了，文是听八爷的，武是听七爷的。还有一开始，你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七妹，对不对？后来忽然间所有人都知道了，你们不觉得少了什么吗？有请八爷做法。哎，五爷，别墨迹了，快点！老五，那屋顶上的手，那其实根本就是两段记忆，来自我们2次下来的经历。佛爷消失不见，我们分两边探索，互相都没有办法汇合，只有一条缝隙相连。我把找到佛爷的纽扣给了七妹，当时七妹对佛爷不信任，所以拼贴成了奇怪的记忆。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不一样了呢？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大家的记忆放在一起好好对比过，有可能从头到尾，我们记住的都不一样。没错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有些情绪，比如恐惧，我们都害怕同一种结局，就会下意识地往坏的方面想，可到最后，记不清的是事，反倒是心里那份害怕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所以我们想象的、真实发生的，还有一次次进来重叠的记忆，全部混杂在一块儿。
你们来过葛氏楼无数次，葛氏楼的法术秘密，你经历的一切既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，它们都是你的记忆。沙子会让记忆骗人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是我们来过葛氏楼，反反复复不知道有多少次？葛氏老祖根本不是真的，是有几次有人扮成他引导我。这牵牛花应该也是我给自己留下的记号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谈一炷香的时间，这里汇合。那个死后的梦，不过是个信徒的生平记录，被我拼凑出了虚假的前世记忆。这一切都是鸠山美智设的局。他的确非常了解星月沙，他步步设局，引诱我们越陷越深，让我们的记忆混乱，半点痕迹都无法找回。よろしい。奴らを連れて行け。ゴロコならもう崩されたよな。そして奴を千代家さんの本題離脱させろ。
救くためカクセロの奥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本来ならそこまでの窮地に陥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に、全ては長吉さんを助けるためのだ。彼が深く入り込むほど毒が回り、記憶が乱れていく。所以说，我们在长沙的阁室楼里，是自己给自己编了一个完整的探索故事，记不清的全靠想象给补上了。怪不得呢，从流年殿一睁眼就到大鬼地宫里了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机关的破绽。殷长生、阁室老祖，都是利用这种混乱的记忆，形成自己所谓的法术吧。鸠山每次带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忽然就意识到了，在这里陷入无限的是楼，可在长沙陷入无限的是我们。所以你才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表盘在这里。时间是解谜的关键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吸入了星月砂，所以殷长生的法术是假的，都是障眼法。那丁千岁呢？他可不在阁室楼，我们亲眼看见他死于法术。张启山，你高估你自己了。我既然知道法术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有能力倒转时空。他使用的星月砂，还是对你发挥了作用。你记忆混乱，将丁千岁放走。但他被变异的黑影杀死，伪装成了开膛破肚的样子，用星月砂控制你的亲兵，重新将尸体送回来，两段记忆拼贴，就变成了法术成真。哎呦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中了星月砂的毒啊？只有法术的地方才会有星月砂，就算这里真的有，那我们已经中了，我也来不及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鸠山美智基本不受星月砂的影响，这就说明他已经有了解读星月砂的方法。归根结底，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翟娘娘身上脱下来被称为星月砂的灵血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记忆混乱，甚至产生幻觉。但是这个东西消耗的极快，鸠山美智必须要到须弥境里面最核心的屋子里，因为在那个屋子里有大量他想要的东西——星月砂。又是你！沙子，是这些沙子在作怪。那个金罐子里也有这种沙子。你很聪明，整个阁室楼里到处
都有这种沙子。这些沙子会让人的记忆发生错乱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你。对，我就是你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其实我就是你。你就是我。对，你第一次进入阁氏楼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你一路探索，来到了这里，但你知道，发生过的事情会不断的被忘记。所以你只能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些重要的线索。为了不让你发现，所有的字条字体都是用左手写的。所以你指引我一路到此，就是为了告诉我阁氏楼的真相。不止这些，我还想要告诉你，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但你还没有。你的内心深处还藏着脆弱的一面，你一直不愿意面对。不，我早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，是吗？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还有一件事你没有意识到。我刚刚说了，我就是你，但你还不是我。什么？我哥，这一路走来，一定很累吧？阁氏楼层层嵌套，鸠山美智早就掌握了其中的法术，你我身在其中，不过是笼中挣扎的困兽，早晚会死在这里。这一点，你我心里早就清楚。青梅，你跟我逃出去吧。我们离开阁氏楼，离开日本人，离开这里所有的一切，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一起隐居，就像之前我们约定好的一样。你相信我，
接下来的一切我都会处理好，只要有我在，这里的一切都不该由你来承受。青梅，跟我走吧。我不能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应该逃避。我不想依靠别人，我只想靠我自己。果然如你所说，你已今非昔比了。为什么要用幻象来欺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你在幻境里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内心真实所想。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非常重要，你的内心不能有任何弱点，也不能有半分依靠他人的念头。所以，你用5个来考验我。阁氏楼里的星月砂非常厉害，被拼凑的记忆会不断攻击人的内心深处，但凡有一丝破绽，便可能永远都陷在这个轮回里。我好像知道法术是怎么回事了。九善在我驯服斩娘娘后带我进了这里，为了让我办事，他告诉了我一切，包括法术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堵高墙和长沙的一模一样。这些就是你和张琪想要找的人吧？现在找到了，你可以带走他们了。
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我是来叫你出去的，兄弟，兄弟，跟我说句话，你们都怎么了？说话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都怎么了？跟我说句话呀，兄弟，跟我说话，跟我说句话啊，兄弟，兄弟，怎么会这样？兄弟，怎么会这样？兄弟，静かにしろ。法孙子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对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驯化的到底是什么动物？活在洞子里的怪物。去看看他的动作，回忆一下他的动作，是不是跟那个怪物很像？还不明白吗？你驯化的是人。在这里，我们也抓了一些这种怪物，当地人称之为宅娘娘，其实都是变异的人。就在这儿，我找到了殷长生留下的古籍。那些古籍里记载了他的炼丹术，有一种丹药，人吃了之后就会变成宅娘娘。我也先用一个士兵做实验来着。希望能够成功，所以你让我训的那些宅娘娘是已经完全变异的。对，殷长生在须弥境里炼丹，已经炼出了不少宅娘娘。这些401的士兵也都会变成怪物。看看，
殷长生把他们作为隔绝虚秘境与外界的屏障。他聚集了大量的翟娘娘，在阁氏楼核心区域的外围，那里充满着同林子里一样的毒气，外人绝不可能通过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带我们穿过毒气，来到虚秘境的深处，帮我们找到他。现在这个罐子里是空的，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以前填在罐子里的东西，它叫星月沙，就在虚秘境的最深处。你帮我找到星月沙，我即刻放了你和401，而且还给你解药，阻止那个士兵变异。这里地势复杂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办不到。翟娘娘能找到。你只需要让她再听话一些，让她带路，就能找到星月沙。翟娘娘又不是狗，不伤人就不错了。你不是有狗吗？让狗帮你找不就完了吗？其实，在这个楼里，也能找到一些星月沙，但要启动那些罐子，需要的纯度非常高。发现了吧？这种程度的星月沙，狗闻了会变得十分的狂躁，只有翟娘娘对它免疫。为什么？因为星月沙本身就是从翟娘娘身上长期剥落的鳞屑，经年累月，经风石化，凝结而成。神奇吧？殷长生炼出的丹给人吃了，人变异了，变成了翟娘娘，而翟娘娘身上的分泌物又变成了星月沙，而星月沙则是殷长生法术成真的关键。你之前不是说这是置换的结果吗？置换？不，这根本不是幻术，这怎么可能是幻术？穿越时空，死人复活，洞见未来，什么样的幻术能够做到这一点？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
你不是亲自经历过吗？你帮帮我，你帮了我，我就放了401。你每拖慢1天，我就多用1个401士兵的生命来做实验，直到把他们全部消耗光为止。找到之后，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用来赢得战争。我死都不会帮你。看看那儿。多么的痛苦！既然那么坚持，那就亲手结束他的性命，助他解脱。星月杀，鸠山美智在阁室楼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星月杀。没错，我是训狗的，我知道鸠山那只猎犬的反应是什么意思。它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自己的主人，所以才会变得害怕、狂躁。这罐子里的星月沙是可以让动物失去记忆的。可我们也吸入过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失去记忆？那些狗也没有完全失去记忆，它们还记得服从动子的指令，但是不认得主人了。我们会不会也一样？我们在阁室楼里吸入了星月沙，然后忘记了一些东西。佛爷，我们在阁室楼里忘记了什么呀？我的记忆挺完整的呀。人的大脑，如果忘记了一段记忆，会用想象力补全，所以人脑永远不会发现自己忘记了什么。你有时候会记得一件你非常笃定的事情，但你查阅资料发现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。这就是人脑的补全效应。我们在阁室楼里忘记掉了什么？我的天，我们忘记了时间本身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忘记了这一切发生的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顺序。我们忘记了我们度过的时间长度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不要着相，没有无数个阁室楼，只有一个。长沙只有一个阁室楼。我们都被时间给骗了。什么意思呀，老五？长沙本来就一个阁室楼，什么叫我们被时间骗了呀？是我们出现了问题。长沙只有一个阁室楼，而我们有无数个。还有
老五，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儿？你们说，我们一共下过几次阁尸楼？还能有几次啊？就那一次。不对，我们不止一次，我们下来了无数次。没错，只是每一次出了阁尸楼，我们就全都忘了。我们所有人都会认为，我们还未进去过。于是我们再次进入阁尸楼，重复之前做过的事情。我们每次进去的时候都是去追401，但是追上的记忆就全部忘了，只剩下每次正在追的记忆，所以永远都追不上。你们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在楼里头，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吃过饭、睡过觉？不错，还有那些莫名出现的伤口。其实我们吃过饭，我们也受了伤。你手什么时候受伤了？哎，这我也不知道。这些记忆我们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们的记忆全是错的，全是乱的，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。于是我们就把错的记忆拼凑在一起，当成一个完整的记忆。所以之前的记忆，是我们无数次下阁尸楼自己拼凑出的。